他們是組合的狠貨，是一對矛與盾，也是針對型的殺器，專為反制高達。大家好，我是 CM， 這裡是解析系列。上期我們看了雙頭龍高達，簡直是宇宙近戰封神。而這一期我們搞點不一樣的，不是單機獨美，而是一對矛與盾的組合狠貨。好，在開始之前，老規矩，看一下影片的目錄。咱不扯作品，不說作者，也不管發售年代，不生硬，以輕鬆愉快的方式聊聊這台專門用來反高達、針對性極強的殺器。先看個片頭，我哋立即開播。說起這兩台機，那就要從五位博士的倒霉事說起了。本來這五位大佬都在各自的殖民地專心開發高達，搞流星作戰，但卻被雷帝的陰謀擺了一道，也直接被 OZ 抓到月面基地當人質。而雷帝也給他們下了死命令，反正高達是你們做的，我要你們給我做一個超越高達的 MS， 不然我就阉了你們。就這樣，五位博士在打着自己算盤的情況下開始幹活。按以前的套路，都會死磕一台機體的性能，但五位博士也是鬼精，一台機塞不下強功能，那就分成2台。這種想法一落地，攻防分工的神設計誕生。一台專門堆攻擊，當刺穿高達的矛；而另一台專門堆防禦，當守護隊友的盾。兩機配合着打，不但戰力翻倍，還精準拿捏敵人。就這樣，今天我們的主題誕生 ：OZ-13MXX1 拜葉特以及 OZ-13MXX2 莫丘利。藍色的拜葉特全程放棄防禦，只有一門心思，那就是強化攻擊力。背着的是大出力的光束加農炮，連高達尼姆合金也能輕鬆溶解，一個直擊就能幹碎高達。而紅色的莫丘利完全相反。他把防禦拉滿，還帶了超強格鬥能力。核心任務就是護住拜葉特，可以讓他安心的打飛機。就在開發完成後，他的駕駛權也給了2個老朋友，一個是打算從 OZ 內部搞破壞的特洛瓦，由他開拜葉特；另一個則是我們的自爆狂希羅，他負責莫丘利，專門負責機體測試。可惜好景不長，剛出道就碰上了非裔04。面對黑化的卡特爾，拜葉特直接被打爆，莫丘利也自爆了。不過他們也算命硬，最後被白色獠牙回收，經過了修修補補，成為了機動人偶，繼續在戰場上發光發熱。好，這麼2台矛與盾的組合，不走全能路線的機體，機身配置、實用設計是怎麼樣的呢？接下來我們一起看看這2台機的性能部分。2機都有且相同，全高為 16.3 米，重為 7.3 噸。裝甲材質為高達尼姆合金，在整體設計上，除了武器裝備、頭部，其他幾乎相同。在塗裝上，拜葉特為藍色，莫丘利為紅色。我們先看藍色的拜葉特，一個為炮而生的攻擊狂魔，整體看起來也算是非常的簡單粗暴，所有零件都為身後的這個大寶貝光束加農炮服務。素體的結構也非常的簡潔，全身以高達尼姆合金打造。而它的內核框架屬於是托爾吉斯系列的發展型，在它的頭部是一個刀形天線，用於通訊和信號感知，而往下看是一個攝像頭保護罩，可以打開，當飛行時就會打開頭罩。在胸口的下側是它的散熱口，中間是駕駛艙，再往下看可以看到它的主推進就在大腿上。這個推進不是為了近戰靈活，而是為了在宇宙中可以快速調整射擊的姿勢。畢竟它的唯一任務就是瞄準加開炮。我們把它轉一下身，在它的後面是一個圓形的光束發生器，這個可以說是它的能量核心。發射時上蓋會打開，粒子就會開始加速，然後再送進槍管，完全不依賴彈藥卡匣，想射多少就射多少，不怕能量斷供。而在光束發生器的旁邊掛着的就是它的主武了，名為大型光束加農炮。這路炮就800嘍，破壞力遠超非裔高達的主武，能直接溶解高達尼姆合金，一炮下去可以炸幾台 MS， 就像串糖葫蘆一樣，轟殖民地、打要塞它都可以，用途超廣。
由於整轆炮巨長，所以需要雙手拿着才能穩定射擊。靠近握把的位置有一個散熱套筒，發射時能持續幾秒的高出力光束，還能輕微調整方向，少一排敵機那就跟鬧着玩一樣。當然，對於射擊來說，拜耶特很強，但缺點也很明顯，那就是近身，因為他完全沒有近身格鬥武器。如果被貼臉，那他跟一個活靶子一樣，防禦力幾乎等於0，所以他必須有莫丘利在場。既然已經說到他了，那就開始講講這台紅色的機體莫丘利，一個專屬格鬥的保鏢，而它的設計是以防禦護隊友為核心。素體結構上跟拜耶特屬於是幾乎相同，唯一不同就是塗裝和頭部，它是全身紅色塗裝，頭部和托爾吉斯是同款，頭部的天線是 V 字形天線，跟拜耶特一樣，也加了一個可開合的攝像頭保護罩，平時是關着的，主要是防誤傷，雖然視野會窄，但不影響視覺，打開後就開闊了。軀幹跟拜耶特也一樣，兩側是散熱口，中間是駕駛艙，在駕駛艙的旁邊帶有一個伸縮握把，可以把駕駛員拉上駕駛艙。機身材質同樣是高達尼姆合金，而它的防禦靠的並不是這種物理的裝甲，而是專屬的防禦系統，名為行星防禦者。這也是莫丘利的王牌，由10個圓形的電磁力場發生器組成，能展開防護力場，直接把所有的光束攻擊彈開，連飛翼零式的主武也能擋住。更厲害的是，這個力場還能拆分，5個護自己，5個護拜耶特，屬於是給隊友量身定制的移動護盾。而這個系統最後也被 OZ 抄了過去，成了簡化版，裝在了機動人偶身上。除了防禦，它也有近戰配套的武器，一把小型的光束槍，雖然威力不算尖端，但靈活好用，牽制貼臉的敵機也是沒問題的。還有一個毀滅盾牌，既能格擋物理攻擊，又能當武器，因為盾牌的中心可以射出光束軍刀，當遇到近戰敵人，絕對是唔使談 no problem。格鬥水平跟地獄死神幾乎同級，也剛好補上了拜耶特的近戰短板，把靠近的敵人全攔在外面。2台機講完了，小總結一下，他們這對組合其設計邏輯就是拜耶特屬於行走的巨型炮台，只負責輸出極致的火力；莫丘利屬於是全能保鏢、近戰先鋒，負責擋傷害、輕近敵、護隊友，兩者湊在一起才是完整的戰力。少了莫丘利，拜耶特就會成為沒殼的烏龜；相反，少了拜耶特，莫丘利就只剩下被動挨打。博士們的這波拆分設計，直接把1+1大於2給玩明白了。好，2台性能看完，大家也了解1、2了。那他們這對組合的實戰如何呢？接下來我們一起看看它的實戰部分，進入機體戰役環節。首先是第一戰，由希羅和特洛瓦駕駛所打出來的戰役。也是首戰，托爾吉斯抓捕戰，在 AC 195年殖民地向地球發起了流星作戰。就在地球打得熱熱鬧鬧時，隨着 OZ 的背叛，飛翼高達的自爆，到沙漠高達以自爆的方式掩護大家返回宇宙，戰場也開始從地球蔓延到宇宙。而雷帝在宇宙也開始抓捕博士們。隨着最後一位的到來，5位博士湊齊。按照雷帝的要求，他要5位博士共同研發一種比高達更厲害的 MS， 但對於博士來說，還不如死了算了。就在兩邊對峙時， OZ 發現了返回宇宙的卡特爾，雷帝則下令殺死高達駕駛員，這也讓 J 博士鬆口，表面上答應了這件事。就這樣，新型 MS 開始研發。當雷帝再次到來時，研發也到了一半。按博士們的解釋，藍色的這台叫拜耶特，由高達尼姆合金製作，機體承載了一支巨大的光束加農炮，攻擊力極強，但只完成了50%。而紅色的這台叫莫丘利，材料同樣是高達尼姆合金，它的設計在於防禦力，背部是它的防禦系統，可以造出防禦力場，但完成度也只有80%。剛介紹完，拜耶特突然動了起來，開始舉槍。嚇得大家趕緊啟動了莫丘利的防禦系統，結果看到了希羅從拜耶特上面下來，被臥底的特洛瓦抓住。又過了一段時間，2台機也終於完成。
而就在此時，宇宙偵察到了托爾吉斯。雷帝打算派出陶拉斯去阻止，但特洛瓦卻建議使用拜葉特和莫丘利，一來可以阻止，二來可以充當測試。由特洛瓦駕駛拜葉特，莫丘利就讓西羅駕駛。畢竟西羅的駕駛技術很硬。就這樣，由特洛瓦監視着西羅，多台機動人偶陶拉斯監視着兩人一起出動了。在行駛的路上，西羅開始戲精上身。咦，這是什麼結構？然後砍一刀。如果我這樣，他們會怎樣？然後又砍一刀。就這樣，他們來到了托爾吉斯的位置，由機動人偶陶拉斯先進攻。就在托爾吉斯閃避炮火時，莫丘利直接一刀過來，哇，險過抬頭，遠處直接一炮，傑克斯急閃，把後方陶拉斯射爆。莫丘利打開防禦，護住拜葉特，然後抽刀衝刺，邊衝邊擋，又閃開，轉頭射擊。托爾吉斯反擊，護盾全擋。遠處的拜葉特繼續射擊，掃爆後方一排陶拉斯。莫丘利繼續補刀，又一炮閃過，又打爆了陶拉斯。最後的兩個也被莫丘利暗算砍爆。傑克斯也是驚訝，這兩個棄精明明是跟我打，怎麼感覺是偷偷打陶拉斯？能幹出這種事的，大概知道是誰了。就這樣，傑克斯走出駕駛艙，果然是你們。而最後，傑克斯也被帶回，戰役結束。接下來是第二戰，對戰非裔零式。回到宇宙的卡特爾也回到了自己的家族溫拿家族，可惜他看到了殖民地的背叛，而他父親的死亡也讓他黑化。在家族的資金下，卡特爾製造出了非裔零式，開始了報復，直接一炮就把殖民地打爆。而 OZ 也收到了卡特爾的攻擊預告，雷帝決定派出拜葉特和莫丘利去對付敵人。就這樣，西羅和特洛瓦也前往了預告地點，途中卻發現非裔零式已經將這裡摧毀，他們只好前往下一個預告地點。到達地點後，特洛瓦叫西羅單獨行動，埋伏在暗處。當拜葉特到達殖民地時，看到非裔零式衝了出來。來了嗎？給我看看這台高達的實力吧，特洛瓦說道。然後直接開炮，非裔零式輕鬆躲開。只見他兩手一舉，瞬間滅敵。厲害啊！特洛瓦驚訝道，然後直接衝過來相認。別再靠近我了，卡特爾說道。但特洛瓦依然在靠近。你耳朵是聾了嗎？滾！卡特爾吼道，然後一炮就打了過來，把拜葉特打得只剩半邊。特洛瓦推開鐵板，問道：“你腦子有病吧？動不動就開槍！我要毀滅一切，這是我的使命。”卡特爾說道，一本正經說出這麼中二的話，你到底在搞什麼？特洛瓦問道。別問了，反正你告訴大家離我遠點，我兇起來連我自己都怕。話還沒說完，莫丘利就從天而降，非裔零式直接抽刀，莫丘利直接砍擊，轉身開槍格擋反擊，繼續開槍，非裔零式機槍反擊，莫丘利防禦系統電磁發射，非裔零式邊退邊射，但還是被電磁逼得卸刀。然後非裔零式直接拿槍，莫丘利防禦啟動。隨着非裔零式一炮過來，防禦硬扛，扛到了極點。西羅，為什麼我們是敵人？宇宙瘋了，我要毀滅一切。西羅聽完嘆了一口氣，直接舉刀衝過來。面對炮擊依然硬扛，但超過了極限，被射進了殖民地。一句再見了西羅，非裔零式舉槍準備開炮。就在發射的一瞬間，拜葉特趕來，直接擋炮。莫丘利利用拜葉特的炮反擊，把非裔零式的炮卸了。此時的卡特爾也開始清醒，只見拜葉特飛身在遠處發出了轟的一聲，拜葉特報廢，戰役結束。接下來是第三戰，由卡特爾駕駛所打出來的戰役，非裔零式暴走。經歷了上一戰，卡特爾離開了非裔零式，莫丘利和非裔零式也被 OZ 回收。特蘭特對零式系統也是極大的興趣，但手上的駕駛員比較平庸，沒法測出有效的數據。他想到了高達駕駛員，最後以談判的方式從特列斯派手中要來了西羅。果然，西羅上場，數據驚人，連現場的技術人員也驚訝。我的敵人到底是誰？西羅邊測試邊思考。此時，零式系統啟動，非裔零式開始暴走，開始了無雙割草。卡特爾見狀，立馬跑向莫丘利，站在非裔零式面前，阻止我的人都得死。西羅說完，直接衝了過來。莫丘利手臂格擋，啟動了防禦系統，把兩擊包裹。由於莫丘利已經沒有武器了，唯一有的就是自爆系統。卡特爾打算在防禦系統內自爆，
宇宙需要高達，需要我們。希羅說完，開始出力砍下。就在砍到肩膀時，卡特一句：“宇宙最不需要的是我們。”此時的希羅清醒，開始嘔吐。非104也的一聲把希羅從肚子裡吐了出來。卡特扶着希羅離開，也啟動了莫丘利的自爆。就此，莫丘利報廢，戰役結束。接下來是第4戰，輸入了希羅和特洛瓦的數據所形成的機動人偶所打出來的戰役。對戰地獄死神。上一場戰役後，過了很久，也經過了大大小小的戰役。白色獠牙崛起，也重新修復了拜耶特和莫丘利，但已經屬於是機動人偶了。而此時的希爾達也趁機混進了運輸機，然後找到了終端，開始偷結構圖來幫助高達小隊。就在偷完資料後，直接開着陶拉斯就衝了出去。而此時的白色獠牙也發現，立馬派出了拜耶特和莫丘利去追擊。只見他們眼睛一紅，開始分離。拜耶特直接開槍，陶拉斯開始反擊，莫丘利防禦擋格，拜耶特繼續補槍，打爆陶拉斯的右臂。莫丘利繼續追擊，把陶拉斯打殘。就在拜耶特打算給他來一發痛快時，轟的一聲，地獄死神趕到，護住了陶拉斯，然後眼睛一亮，直接一鋤頭甩了過去。莫丘利光束刀對抗，然後電池排列擋格，拜耶特後方補槍，莫丘利補刀。這配合簡直是天衣無縫，而希爾達也告訴了迪奧，這2台機有駕駛員的資料，一個是希羅，一個是特洛瓦。迪奧聽完也是傻了，這不是開玩笑嗎？這時候2台機開始同時攻擊，莫丘利繼續光束軍刀攻擊，而拜耶特打算從後方攻擊。地獄死神直接一個翻蓋彈開2機，然後一個回馬槍直插拜耶特。這時候的莫丘利還想用電池攻擊，被地獄死神直接甩開。然後一個帥氣的甩刀，直接一刀兩斷，戰役結束。好，戰役說完，老樣子，我們回顧一下他的武裝部分，一個一個的來。我們先看看拜耶特的王牌——大型光束加農炮，這是超長炮身設計，需要雙手握持才可以保證穩定射擊。在握把的位置是特意露出來的散熱套筒，主要是為了應對持續射擊時所產生的高溫。在威力上，它遠超飛翼高達的主武，達到了戰艦主炮的等級。面對高達尼姆合金，可以直接射穿。如果是量產的 MS， 那基本是一炮一串。在炮的後端是2根能量導管，連接着背部的光束發生器，所以它不需要彈藥，只需要能量供應即可。發生器啟動時，後蓋會打開，然後開始運作。整把加農炮的主要任務是遠距離的精準射擊，廣域清場。當然，因為武器太大，所以機動性會大幅下降。所以近戰貼臉的話，拜耶特必死。接下來我們看看莫丘利的武器——行星防禦者，由10個圓形的電磁力場發生器組成，可以同時使用，也可以分開使用。比如一半附自己，一半附拜耶特，屬於是給隊友定制的移動防禦牆。而它的防禦力場可以直接把所有光束攻擊彈開，就是非104也射不過來。妥妥的光束克星。由於它對應的多角度且又靈活，所以有後期 OZ 也抄了這個設計，搞了簡化版的比爾哥。而用法上主要是為了保護拜耶特，可以讓拜耶特安心的打炮。接下來看一個牽制武器——小型光束槍，它就2個特點：體積小，重量輕。論威力，那就讓你見笑了，但絕對靈活，對付里歐這類 MS 綽綽有餘，用來牽制貼臉的家伙完全夠用。由於它是手持款式，所以取拿方便，不用的時候直接收納在側面，不影響防禦系統，是妥妥的防禦優先定位。而它的主要用法就是看到拜耶特被貼臉時，可以直接把敵人射退。接下來是最後一個了，毀滅盾牌，這是兼顧攻擊和防禦的武裝。對於物理攻擊，它能妥妥的擋格，而當需要格鬥時，盾的中間可以射出光束軍刀。由於莫丘利的格鬥水平不輸地獄死神，想近戰那就來。這種設計的好處在於不用額外的攜帶格鬥武器，妥妥的節省機體的空間。而它主要的用法是當敵人貼臉過來時，先盾牌扛傷，然後射出光束軍刀反擊，可以妥妥的成為一個近戰的衛士。好，本期的解析就講到這裡。如果大家覺得我講的還不錯的話，請給我點個讚，這對我很重要。而下期還是沒有想好。如果你有什麼想法的話，可以在評論區告訴我。好，喜歡的朋友可以點讚支持一下。
想看更多同類的影片，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。我是 CM，我們下期見。